这款花样特别柔软，效果也非常有特色，适合做发带、围巾、披肩。我们以发带为例，首先锁边起针，然后编织18个锁针，锁针数是14的倍数加4针。锁针的长度决定织片的宽度，如果钩围巾或者披肩，可以增加起针数。接着返回倒数第2针，在锁针的背面挑里山的一根线，在这里编织一个短针。后面继续在每一个锁针上各编织一个短针，一共17个针目。第一排结束，后面锁3针，然后翻转织物。首先在第2个针目上编织一个枣形针，钩针绕线，穿过针目，将线勾出。同一个位置再重复勾3次线，最后绕线，将线一次性拉出。后面锁2针，同一个位置再编织一个枣形针，钩针绕线，穿过针目，将线勾出，一共重复4次。最后绕线，将线一次性拉出。接着编织12个辫子针，后面跳过13个针目，在倒数第2针上编织一个枣形针，后面锁2针，同一个位置再编织一个枣形针。接着在最后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长针。第2排结束，后面锁1针，翻转织物。在2个枣形针中间的空隙处编织一个引拔针，然后在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枣形针。后面锁2针，同一个位置再编织一个枣形针。接着编织12个辫子针，然后在另外一端2个枣形针中间的位置编织一个枣形针。后面锁2针，同一个位置再编织一个枣形针。第3排结束，后面锁1针，翻转织物。同样在2个枣形针中间的位置编织一个引拔针，然后编织一个枣形针。后面锁2针，同一个位置再编织一个枣形针。接着编织12个辫子针，在另外一端2个枣形针中间的位置编织一个枣形针。后面锁2针，同一个位置再编织一个枣形针。第4排结束，后面锁1针，翻转织物。首先在锁针的空隙处编织一个引拔针，然后同一个位置编织2个枣形针。接着编织6个锁针，在第1排中间的短针上编织一个枣形针，同时将3个锁针链一起编进织物内。
接着锁一针，翻转织物，在6个锁针上进行编织。首先在第一个锁针上将线勾出，引拔一针，后面继续在每一个锁针上各勾一次线，一共重复6次。后面开始退针，每2根线并一针，重复6次。第2排在2针之间的空隙处进行编织，将线勾出，引拔一针，一共勾6次线。后面开始退针，每2根线并一针，重复6次。第3排和第4排继续重复编织。第4排首先在第1个线圈上引拔一针，接着2根线并一针，重复6次。这样在织物中间的位置编织一个菱形织片，另外一端锁针空隙处再编织2个枣形针。这样完成第1组花样，后面继续重复编织。首先在2个枣形针之间的位置编织一个引拔针，同一个位置再编织2个枣形针。接着编织12个锁针。在另外一端锁针的空隙处再编织2个枣形针。后面第2排和第3排按照相同的方法编织。第3排结束，这样钩织3个锁针链。接着编织第4排，首先在2个枣形针之间的位置编织一个引拔针，同一个位置编织2个枣形针。然后编织6个锁针。在菱形织片顶端的锁针上编织一个枣形针，将3个锁针链一同编进织物内。后面锁一针，翻转织物，在6个锁针上进行编织，将线勾出，锁一针，一共重复6次。后面开始退针，每2根线并一针，重复6次。接着第2排和第4排继续重复编织。菱形织片完成之后，接着在另外一端再编织2个枣形针。这样完成第2组花样，后面继续重复编织，一直钩到需要的长度即可。织带的部分编制需要的长度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结尾的部分。首先按顺序钩织3排锁针链，接着第4排在锁针的空隙处编织2个枣形针，
然后编织6个锁针。在菱形织片顶端的位置编织一个枣形针。接着编织6个锁针。另外一端再编织2个枣形针。最后一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在2个枣形针之间的位置编织2个短针，在6个锁针链上编织6个短针，在中间的枣形针上编织1个短针，在6个锁针链上编织6个短针。在2个枣形针中间的位置编织2个短针，最后引拔断线，留出线段作为缝合用。织带完成之后，下面我们将2个末端位置缝合固定。主体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装饰扣的部分。首先锁边起针，然后编织6个锁针，返回第1个锁针，编织1个引拔针，后面锁1针作为起立针，然后绕线圈编织短针，在线圈内循环编织，一共钩织40个针目。装饰扣完成之后，接着将它固定到主体上。现在我们这一款麦穗发带就完成了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